在解决完边境都市的一系列事件后，你接下来的任务就是进帝都赶考。很快来到帝都的宿舍，一进门就看那个壮汉，想起来了，这个人不是自己的老乡，有着边境大公子之称的满谷吗？传闻此人飞扬跋扈，乃是正米字旗的大贵族一枚。他神情桀骜，笑反，我怎么之前没在贵族身上看到你？怎么沦落到和平民厮混了？是不是没钱了？你叹口气，我也希望是这样就好了。实际上也就是想体验一下平民生活。满谷上前一步，最近你很嚣张啊！我怎么嚣张了？我可是听说了，你是不是每天都去图书馆学习？而且听说那个秦元昊都在你小石头上吃了鳖。哼，每天刻苦学习真是好笑。你知不知道边境都市谁才是青年的老大呢？你莫名其妙，满谷，你究竟想说什么啊？他在这凑近，我是想问你这么嚣张，是不是对明天的考试很有自信？所以呢，我的意思是，既然你这么自信，我认你当老大，明天的卷子能不能给我抄一抄？一阵无语，满谷讪讪一笑，我可以给你金币，就当是给老大的供奉了。得了，和老乡说话就是亲切，一开口就是熟悉的优良品格，怪不得这小子刚才要打听是不是没钱了，原来是在这儿等着呢。此时又传来的声音，满谷不要失了贵族的体面。说话之人手端着红茶，气质优雅，头顶称号女神的月光，也是你的老乡，边境贵族冷锋，主打一个精致优雅人设。他细品红茶，我们要公平竞争，不能作弊，这就是圣徒的优雅和坦诚，是最高贵的品质。满谷立马打断，哦，那你看书了吗？当然没有，鄙人以字为看。那你教我什么？如果我看了书，看到题目时，脑子就会有了书上答案，我把脑子里参考答案抄到卷子上，那不就成了抄答作弊了吗？这对其他考生不公平，所以我才一字未看。作为一名诚实而公平的圣徒，不能接受任何作弊的行为。那你考试的时候怎么办？冷风呵呵一笑，女神会眷顾诚实高贵之人，而我的内心必将会尊重女神的指引，选择那正确的道路。满谷恍然大悟，原来如此，兄弟，你说的好有道理啊！你冷汗直流，这不就靠蒙吗？我的寝室里为什么会是这俩卧龙凤雏？满谷道，按照区域划分，老大，我们仨都是边境都市来的，还都是光辉教派，自然被分到一块了。得了，小小的边境都市竟然出了我们3个人才。接着满谷继续补充，本来应该是4个人的，但不知道为什么秦元昊没来。哦，他请假休学了，是病假，可以算是产假，也算是病假嘛。那他什么时候假期结束呢？一般都是10个月，但他比较快啊，这么久啊？没去接受圣光的治愈吗？结束了，所以他比较快。死得很快。第二天，光辉圣徒第3考场114号房间陆续考试正式开始，主考官是来自秩序教廷的温云汉司铎。你拿到考卷翻考一看，稳了，和小时候你给的笔记里一模一样啊。半小时后举手示意，温云汉凑近一看，来自边境都市的萧凡，称号是出生者嘛。走到身边，温云汉先生，请问我可以提前交卷吗？周围的考生们鼻尖顿时一颤，哪里来的处长？考试不是才刚开始半小时，你就要交卷了吗？坏了，汗流浃背了。莫非这题其实很简单，只有自己做得如此头疼吗？温云汉摇摇头。考试开始1个小时后才能交卷，你做完了就仔细检查。等等，不对劲，仔细一看，这厮好像只做了最后一面，前面根本没做。难道这小子清楚知道考试规则，也知道只有1小时后自己才能收走卷子？你内心一笑，没错，就是故意倒着做，表现的像是做完了，目的只是为了给其他考生上强度。只要大家成绩下来了，我的自然就提高了。而且这行为都是合法的，没有作弊，也没有违背规则。温云汉观察四周，发现好几名考生开始焦躁不安，全是秩序的行为，却带来了混乱。这小子难道是换了神选吗？咳嗽一声，继续考试。这位同学，你前面的题目还没做完呢。此话一出，考生们的情绪才渐渐平静下来。又过去半小时，你再次举手，温云汉气势汹汹，这小子既然你要扰乱秩序，那我就把你的卷子给没收了。可当他定睛一看，发现上面真的写满了答案，而且还都是正确的。当然了，还得感谢生命母神的洗礼。你的记忆力现在出奇的好，又经过了1个月的疯狂恶补学习，当然能做完。众目睽睽之下起身离开，这下子周围的考生们心跳都慢了半拍，甚至还能听到你故意压低声音的自言自语，全是做过的原题，一模一样，真的太简单了。温云汉嘴角抽搐，此乃谎言。世界上的题目都是原创编写的，怎么可能有原题？可他却感到骚乱在考生们的心中蔓延，大家议论纷纷。见鬼，难怪他做得这么快，难道只有我没看过原题？不会除我之外大家都做过吧？温云汉感觉血压已经上来了，这货做的一切都踩在规则线上：一，没有传递答案；二，没有影响考场秩序。没错，这货是出了考场亲声说的。不过还好，这厮终于走了。大部分考生肯定不会相信有什么原题的，但他悬着的心还没放下一半，又有个人就着大喊交卷。考场顿时寂静。大家回头一看，称号光辉的幼师也是边境都市来的，难道真的有原题泄露？混乱进步蔓延，很多考生不免开始怀疑人生。温云汉拿起满谷的卷子，发现上面一片空白，这是何等的歹毒心肠，何等邪恶的混乱思想，又是何等的觉悟啊！关键是他的样子真的很有自信。边境都市都是这种混乱邪恶的妖怪吗？
咬牙切齿啊！这位考生，你还没写完，可别后悔。满谷点点头，我不会后悔的，交卷吧。其实啊，他交卷的理由也很简单，从考试开始，他就在等着你给他传答案呢。结果左等右等就是没消息。看到你交卷那一刻，悬着的心终于死了。其他考生们压力之风上升，冷汗下来了。这货笑得这么自信，怎么可能没写完？一定是主考官怕他们压力大，故意说这些话来安慰大家的。温云汉只能默默放心。这时，又有人具有示意，整个考场的考生彻底爆亡。他喵的，果然有一点泄露，而且自己还没看见，不然怎么可能有这么多人提前交卷呢？温云汉差点脑溢血啊！看了一下他卷子上信息，他喵的，这货也是边境都市来的，这3个边境都市来的畜生！冷风更加自信，虽然他的题目全是乱写，但是没有关系，女生肯定会卷过他的，就算乱写也都会是正确的。温云汉4朵脸色铁青，这货完美避开了正确答案，他的样子真的很自信优雅，相当胸有成竹，充满说服力。周围的考生也没人怀疑他，连续3个人提前交卷，所有考生的心态彻底炸裂了。此时此刻，温云汉心中只有一个想法：穷山恶水出刁民啊！而另一边，你第一个走出考场后被记者包围。这位考生，请问你感觉这次考试的难度怎么样？你呵呵一笑，太过简单，我全部做过。记者点点头，那你平时为了考试一定非常努力吧？你摆摆手，那当然，如果考不上圣徒，就只能回家继承家里的金矿了啊！那作为第一个出考场的考生，您方便留下姓名吗？留姓名啊，大手一挥，叫叫我满谷吧。边境都市太阳家族的满谷。说完彻底考场，虽然头顶还有出生者的称号，但无所谓。刚到帝都，谁知道出生者是你萧凡呢？帝都这么大，考生这么多。很快，第2位考生走出考场，记者们十分郁闷，这人也是提前1小时交卷？难道真的和刚刚那位满谷说的一样，这次考试非常简单吗？请问这位考生，这次考试内容是不是十分简单？你也做过原题吗？满谷一脸懵逼，简单还有原题吗？他不到啊，他只做了选择题，但此时被架在火上采访，只好糊弄过去了，自信一笑。记者们十分兴奋，难道真的有原题泄露？大新闻啊！您方便留个姓名吗？满谷瞬间察觉到了危险，他可不是傻瓜。如果报纸把他的名字登了头条，远在边境的老爹看到他提前出考场，还考得那么差，那岂不是完蛋了 ？CPU 飞速运转，已知萧凡第一个走出考场，这家伙肯定早就接受采访了，也留下了名字。他聪明的大脑早已经找到答案里，自信一笑，我叫冷风，来自边境都市月亮家族的冷风。冷兄，就由你来代替我承受压力吧，毕竟咱们都是一个地方出来的好兄弟。最后潇洒离去，世上怎么会有这么聪明的人物？至于头上顶着的光辉幼师称号，根本无所谓，反正也没留下真名。他刚到帝都，谁知道幼师是他满谷呢？帝都这么大，考生这么多，镜头一切，冷风优雅一笑，鄙人清元昊，边境教廷司铎之子。要知道，冷风的信条就是优雅和严谨。作为一名优雅贵族，谦虚和低调是必不可少的美德。他深知自己的优秀，木秀于林，风必吹之。要不是因为他不喜欢张扬，早就提前交卷了。永远的第3名是他的信条，既不会张扬，又不会落后。叹了口气，可惜优秀的人正如黑夜中的萤火虫一般，引得这些记者们纷纷前来采访，就让自己成为一段帝都的传说吧。他很清楚，你和满谷已经离开考场，所以记者肯定也登记了他们的名字，但是他还可以用正在休病假的秦昊的名字呀，都是老乡，想必他一定不会介意。而且秦昊躺在病床上，突然看到自己的名字睡在首都报纸，他一定会欣慰，从心里感到温暖吧。绝不是因为担心考砸的丢脸。至于头上的女神的月光称号，根本没所谓，反正没留下名字。他刚到帝都，谁又知道月光是他冷风呢？帝都这么大，考生这么多。1天后，边境都市满谷家族庄园内，满地大公看向报纸哈大笑。他们太阳家族一直有一个遗憾，那就是没有文化，也从来没出过神官，故而常常被人调戏为莽夫家族。而如今一切都好起来了，等一看见报纸头条，第一个出考场还提前交卷，本身满爹心里一扬，毕竟他的仔他清楚得很，也许是根本不会做，随便写写也就出来了。但记者接下来的报道让他悬着的心终于放下。满谷亲口表示，本次考试太过简单，全都是他做过的原题，只有笨蛋才会做不出来。稳了，他们老满家祖坟冒青烟了，出了个文科状元。满爹走了起来，准备去萧凡和冷风家散散步。哎，我不小心迷路了，怎么就走到你们家了？哦，对了，我报纸这里脏了，你帮我看看。爽啊！与此同时，萧凡家族庄园内，作为历史最不优越的边境家族，萧凡家族只有一个优点，就是有钱，钱太多了，根本花不完。萧爹对此十分发愁，纯金的茶杯，纯金的座椅，纯金的书桌，哎，家里太贫穷了，只剩钱了。但他十分高兴，刚才听说圣徒考试有3名边境都市学生提前交卷，他可是慌得不行。满谷、冷风、清元昊，唯独就是没有萧凡。太棒了！之前这小子天天疯了一样的学习，他还很担心，万一自家孩子考上了，真成了状元，家里的金矿怎么办？哎，都是瞎操心。萧凡还是原来那个萧凡，到时候该把哪个金矿给他拿去管理呢？时间来到中午，秦元昊家族的安息墓园，一排排墓碑矗立在此。此时此刻，秦霸天汗流浃背。帝都新闻第3栏，第3位走出考场的学生，边境教廷的秦元昊，阳光灿烂啊！阳光灿烂，
他死死盯着儿子的秘密墓碑，吞了个口水。这就是信仰迷教的代价吗？儿子复活赛打赢了，请把你非常惊悚。与此同时，你正在查看明天的考场，发现这位考生死死盯着你，你习以为常，上辈子考第一的时候经常被人这么对待，呵呵一笑。再盯着我看，我就朗读选择题和填空题的答案了。整个大厅瞬间寂静，考生们纷纷移开目光，毕竟谁也不想和年级第一对答案，特别是在考试的第2天，这道理无论哪个世界都一样。